拆都拆成这个样子了，好像不给大家看一看，有点过意不去，是吗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次这台车的铝合金压铸式的主车架、副车架、后平叉这3个件，是这个车减重的很大一部分。这个从外面看呢，没有什么特别，但是大家要知道，如果是从里面看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些地方哈，里面全部是镂空的，还有加强筋。从外面看的话，实际上主车架这一块铝合金的，这一块这是塑料的装饰板，这块取掉的话，它的铝合金的车架部分实际上在比较里面啊，对，在这里的，它实际上它连接的地方是在这里，在中间的这一块是空的，这样去看，这个设计是让大家没有想象到的，这里是完全是空的。我们再从后面来看，没拆完也不是太清楚。看看副车架，副车架这一块，我觉得跟我以前有一台 R6，我店里一个伙计的 R6在赛道上面摔了，副车架更换过，就基本上就这个样子。副车架是一个像盒子一样的东西，它一直是连接到后面，也就是说，这个副车架后面是有些支点，全部在设计压铸的时候，全部把这些支点都给你留好了的。然后是上一个支点，支点上面上一些框架，然后框架上面直接就可以装配件，它是这样来的。怎么看呢？你看哈，这个地方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，这个地方感觉像是金属的。来看一下哈，现在灯光照到的这个区域是整个主车架的一部分，然后副车架呢是上面这一块，中间是有一个合起来的一个线哈，两个配件上在一块的一个线，通过一个螺丝来锁紧。外面这个螺丝不是，外面这个螺丝是装饰板的，同样这面也一样啊，这颗螺丝是主副车架连接在一块的一个锁点。其中一个锁点，这个电瓶的盒子应该是塑料件的，下面有一些海绵的泡沫的一些罩子。这个电瓶只有6安，电瓶有点偏小，这个也不知道够不够用。但是厂家既然这样设定的话，它应该是经过了一些测试的。边上像这些位置哈，就是这个副车架的一部分。但是像这些件就是塑料件了，就不是铝合金的，一直延伸到这个后面这个地方依然是铝合金的，这是副车架。我们从侧面来看，我们把这块板子把它打开看，一直从这里延伸过来，延到这里来，往后走，这就是它副车架。副车架还有它的平叉部分。你如果想去试驾这台车，你看到这个平叉，你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它是偷轻，对不对？平叉这个东西不是越粗壮越结实，它的其实这个宽度蛮宽的，这是最强的点啊，这里是蛮宽的。但是呢，它中间除了有加强筋以外，它这个地方你们可以用手这样去捏它的这个厚度，这个厚度其实很薄，这个地方很薄。也就是实现了偷轻这样的一个作用啊。好，就看到这里，再来看发动机的里面，应该叫发动机舱吧。这个不是空滤器哦，它的空滤器是这里才是它的空滤器。之前视频有给大家讲过哈，它是一个高位进气，它的空气滤芯是装在这里的。然后装上去过后呢，这个应该叫什么空滤器？它是通过一根管子，注意，大家看到了吗？管子在这里的，它是通过一个管子把它连到这个，准确来说应该叫集气箱吧，啊，一个比较大的集气箱。它这个集气箱主要是保证这个车
它的进气流量的充足啊，起到这样一个作用。大概就这个样子了。好，然后打灯光，这样可能会要稍微好一点。好，这个位置黑色的哈，可以看得到，这是它的步进电机啊，我们也叫怠速马达。这里是对焦上了，德尔福的，因为这个电喷系统是用的默笙的，三缸的节气阀。其实如果把这个集气箱给它取掉的话，应该会更明显一点。但是这个我们就不想往下拆了。今天出去跑了200来公里，骑这个车，今天搞得有点累，又拆了一趴拉。大概就这个样子。主车架同样的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跟那个叫什么平叉一样，也是这种加强筋加镂空的这种结构，所以它的主车架部分也是非常轻的，主车架、副车架都非常轻。好，它其实重哈，它重，其实发动机本身的话不算轻，我感觉，因为它毕竟3缸嘛，比双缸它肯定要重一点，它的整个发动机的宽度什么的都要宽一点。但是它的车架部分是做了很强的一个减重的，啊，然后那个，整个这个发动机能够给你提供一个比较平顺的一个输出状态，这个其实跟发动机自己本身的配置以及上面的这个集气箱啊，空滤器进来的这个集气箱都有关系，并且我们从侧面能够看得到。有人说这个车是跟 MT-09啊是1比1来的，其实这发动机跟 MT-09它，区别太大了。有机会那个拆发动机的大佬们拆开了这个发动机跟 MT-09对比哈，就能看得到。或者是你下一个绅士商城 APP， 过几天啊，也可能过不太久吧。这个发动机零配件上架了过后，你可以看到它的图。啊，你把它的图跟 MT-09的进行一个对比就知道了啊。然后这个车整个行驶的话，我们今天出去骑，整个行驶的话大概在个85、6度哈，最高没有上90度，我都没有上90度，我跑得比较温柔，因为还在磨合期。那上面这个部分呢是水箱，你可以看到水箱其实是蛮大的，这个水箱是蛮大的，出厂是给你带了这个水箱护网的啊，原厂的。然后在这里呢，它其实是有一个油冷系统啊，这个油冷系统跟这个水冷系统的一个搭配，对这个车的一个散热，它是非常的有帮助的。所以有人在问我这个车它烫不烫，热不热？热其实还是热，该吹风还是要吹风，它吹风是吹的另外一面，不是这面。它的这个风扇吹出来的风，其实右脚要多一些，左脚要少很多。你说它烫不烫呢？其实以我以前骑一些进口的公升车来对比的话，其实它的温度不算是很高，真不算是很高。但是它的那种高档位低速巡航，那种有点像自动挡车的那种感觉，还是确实不错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准备把它装回去了。今天给大家的一个分享的话，基本上都是这样。如果说大家后续还想看我拆这台车的话，那给我发私信哈，给我点赞加关注，支持我一下，我后续给大家把它全部拆一拆。当然，等试驾车、等交车都交完了过后，这台试驾车基本上到时间呢，我们把发动机给抬下来，拆给大家看一看，看看这个国产的3缸发动机跟进口的3缸发动机到底有哪些地方它不一样。之前有朋友说这个油箱盖这个口，它加油不好加，对吧？有些人说找个老虎钳把它卷掉，卷不掉，这个真卷不掉。你看，这是油箱盖，油箱盖是有电控的啊，所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。好，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就到此结束了。